美伊战火迟迟无法结束，今天台股一度大跌超过2000点，期货甚至是出现了断头潮。但期货断头过后，台股就会止跌回稳了吗？现在就是最好的进场抄底机会吗？今天的节目我来告诉你哦。若是听不清楚，要记得节目上线一定钟后，可以点选CC 字幕的功能。电脑在右下方，手机在右上方，开启功能就可以看到字幕喽。哪些节目你还会亏失嘞？老师，台股今天大跌了1489点了。好了，你不要再继续讲下去了，跌大家都难过，谁不知道今天跌了啊？还不就是因为美伊战争啊？本来以为短期就要结束了，结果一直没有办法结束。我是不是有一直跟大家分享，短线台股要向上的话，要看什么指标？原油嘛。所以你看，原油今天大涨了25%，就造成今天台股一度跌了2000点，吓死人了。那盘面上还有1800家公司都在往下跌，我知道大家都很不舒服，你就不要在伤口上撒盐了。重点是什么？跌都跌了，那重点是后续该怎么样才能给它救回来啦？老师，我真的觉得好嘎仔啊，好险哦！我上礼拜真的有乖乖听你的话，不管什么阿海、红海啦、0050啦，通通给他出光光，今天才没有受伤。可是我侧面了解啊，侧面，我们有很多的粉丝，很多的观众朋友。没有出光光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啦？当然是继续紧盯我跟大家分享的3大指标，哪3大？油价、原油、台币缺口。原油、台币缺口，如果你不知道是哪3样，今天节目我会继续再帮大家复习一下是哪3样。再来还有一个很重要是，如果你现在满手股票，到底该怎么办？今天的节目我会跟大家分享哦。那就赶快把时间交给这一波精准预测会大跌，把股票全部出光光，一张不留的证券期货双分析师何基鼎 GD 老师。大家好，我是何基鼎 GD 老师。来，今天台股大跌了，我觉得啦。按照惯例啊，今天一开始我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要给大家满满的正能量啦。好，最终台股还是会向上涨的啦。不信你看一下，我每次只要大跌，只要有系统性的风险，我都会拿这2张图。你看这2张图都持续的拿给大家看。虽然说大家觉得老师好无聊，都重复了，但是虽然说无聊，大家想想看哦，连以前甘乃迪遇刺，最后股市还是怎样？往上涨，股市还是向上涨了。那个时候，美国总统开玩笑，大家有没有想过那个男人如果被遇刺，那该有多好？没有，我没有乱讲哦，好不好？所以你看一下，很多重大的事件，大家觉得很恐怖的事件，包含了伊拉克入侵科威特、911事件。越南战争够恐怖了吧？够恐怖，打起来了。结果呢还是向上的。所以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大家一定要保持正能量。股市长期来看就是走多的啦。那你不要说过去100年，我们就从2000年之后的现在是25年左右嘛。对，你看一下这么多重大事件，哪一次台股崩跌，或者是全球股市崩跌之后爬不起来的？每一次都爬起来了，每一次。包含了08年金融海啸，12年欧债风暴，对吧？还有2020年，大家都记得吧？哇，2020年发生什么事情？新冠肺炎 ，COVID-19，大家每天关在家里都不能出门，你不觉得那时候好像世界末日啊？对啊，世界末日都可以涨回来了。那现在就是中东危机嘛。那中东危机很简单，一个方法就可以解决啦。Taco， 你来了没？Taco 他还没来，来转个弯。Taco 还没来，所以还没有转机嘛，还没有转机，最后还是会转机的。所以我是不是一直跟大家分享，最终就是2条路？我这星期六、星期天一直跟大家分享，就是2条路，一条就是什么？用时间换取空间，震荡打底，然后再次向上。结果这条路翘起来，那就是另外一条路了，给你一个痛快。今天是不是给你一个痛快？急杀2000点，急杀2000点之后呢，是不是有慢慢拉回来的味道了？下影线是不是有慢慢拉回来下影线的味道？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今天的下影线还不够漂亮，为什么？等一下我会继续跟大家分享。再来，你看一下我是不是那个星期六，不是应该这星期天帮大家画？你看我是说2种走法，就是震荡打底再向上，另外一种是给你一个痛快，急杀之后，现在是不是给你一个痛快了？那痛快也不错啊，大家只要闭上眼，我也提醒大家了，
不要融资，降低杠杆呐，你最终会爆回来的。所以你看一下，它在底部震荡，我认为最终还是会向上。就这样看这一波下跌修正，修到什么时候，然后震荡打底再向上，到时候你就会赚更多。那重点来了，现在大家看什么指标？其实从上个星期我一直跟大家分享，要看什么？看就是油价原油嘛。所以你看一下今天原油，不要说那个国际原油，连台湾这一档0062U 这个没有杠杆哦，没有杠杆的 ETF， 原油的 ETF 今天涨几趴？33%，涨33%。那只要跟油相关的，都涨起来了，真的不夸张。今天我在那个网络上还看到消息，有一个人就说，莫名其妙，老兄，他说哪一支你知道吗？这个人说什么？老兄，这位仁兄，你是卖沙拉油的，不是卖石油，涨个屁啊！福茂油，福茂油是卖沙拉油的，不是卖石油，这是他讲的对不对？那也就是说，现在市场啊，就一直在找标的。那市场上一直在找标的，也代表一件事情，什么事情？钱很多，市场还有钱，市场还有钱，只是短线难免会有个系统性的风险，造成股市的向下跌。那向下跌都是给大家怎样准备进场？我说准备进场，还没进场，对吧？我要观察3大指标，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再来你要看的话，其实全国躲过这一波大跌2000点的只有谁？只有何基鼎老师，只有我 ，Only me， 只有我啦。会员全空手，什么时候开始空手的？来，我们可以看一下，在3月2号的时候。3月2号，我是不是提醒大家，涨不上去出一出，涨不上去出一出，有没有？包含谁？伟创。那什么？那时候我就跟那个德宇讲嘛，我说你那个我们家阿海啊，涨不上去出一出，所以隔天他就3月2号之后，隔天是不是就出一出了？对，2月2317鸿海，你看一下，3月2号提醒大家，大家还有机会出场，对吧？3月2号在哪里？哇，你是不是隔天出？对，你隔天出，而且你一开盘出是出在相对的高点哪里？对，是不是这边？对，再画一次235左右。你出在相对的高点的话，其实啊，我觉得你出的是蛮漂亮的。你终于脱离了地狱无敌倒霉鬼。你看，你出在这边240附近，是不是在相对高点？然后呢，现在一路往下跌，你是不是都安心了？现在看起来我出的真的漂亮哎。对，然后再来呢，不只是鸿海，3231伟创出一出，还有广达2382广达出一出。你虽然说今天开低拉高，有些人还在里面的会觉得好险，那你为什么不在之前就先把它出掉？你看一下3月2号、3月3号在哪里？3月3号在这。哇，3月3号在这，3月2号在这。我提醒你上不去要出掉。你看你3月3号你出掉，你今天还需要那么担心、那么紧张吗？就不用担心害怕那么多天了。连我的最爱我都建议你要出掉了。我最爱是谁？6669微影。微影都出掉了。你看微影出掉，微影那前几天出掉也是在相对的高点，对吧？这边3月2号、3月3号，对不对？你看这边是不是往下跌？好不好？所以这不是个股的问题，微影公司好到爆。那现在重点就是什么？那个美国总统在那边搞啊，对不对？原油都没有办法出口，那原物料上涨，那市场上就很担心说，万一升息怎么办？了解吗？所以你看一下盘面上几乎什么全指股都在跌。我上个星期就提醒过大家，我认为大盘会修正，大盘修正第一个会跌的是谁？全指股，就是全指股嘛。所以你看一下台积电，今天台积电很好，大家都知道，你知道，我知道，大家都知道，它就是很好嘛。但是有没有跌？今天最多跌了120块，哎，一样跌嘛。所以台积电、鸿海、广达、伟创、微影、奇宏、双鸿、台达电、台光电，通通都跌了。而且你不要再说什么，有些人有一派的说法，有一派的人会洗脑你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大盘在跌的时候，相对抗跌的股票，后续就会喷出去。我告诉大家，以我过去的经验啊，我以前也是这样做啊。但你知道吗？我每次看到大盘在下跌的时候，我去找那种逆势抗跌的股票，我大概有80%的几率都是输钱，8成不夸张。来，我们来看一下最近有什么比较强势。我随便举例很多啦。3037星星够不够强？上个星期你不要看它，上个星期台股在跌的时候，它维持在这边，哇，这是不是相对强势？对，相对强势。你看啊，强势。震荡整理而已，结果呢？今天跌停板。还有8046南电不是也一样吗？今天是不是也跌停？上个星期还算是强势嘞，
在2383台光电，我是上个星期也跟大家讲，哇，你不要看今天啊，你不要看今天的下跌，今天是不是跌7%，对不对？那你不要看今天，你看之前的，这是不是相对强势？对，它大盘跌，它横着走很强。它大盘跌横着走之外呢，它还一度要挑战新高嘞。我们来看一下，它是不是有一度挑战新高？来，在上个星期，这是星期五吧？你看，哦，这是不是漂亮？漂亮，感觉就要突破了，感觉就要喷出去了，感觉喷出去了，你就说哇，这种股票相对抗跌，你不赶快进场？我上个星期是也跟大家分享，我说我也看到这个，我也忍不住很想要进场，但是我忍住了。我为什么忍住了？因为我看到布伦特原油，布伦特原油就是稳定的向上涨，那我就很担心啊。原油如果持续向上涨，一定会影响到的。果然不出我所料，还好我看到这边没有进场去追。你看，当天就杀下来了。当天杀下来之后呢，再隔一天，是不是就今天？再隔一天，再隔一天，是不是就7.8%？是完全就规避掉这7.8%。那就算我们后续还是继续看好，我可不可以跌7.8%？我便宜再进场买啊？可以。我跌7.8%，我进场，我不要说它后续要怎样创高，它回到7.8%，就是回到平盘，回到星期五的收盘价，你是不是就现赚7%了？那你干嘛要去跟它拼？你干嘛要去跟它拼？不需要嘛，对不对？还有什么？比如说2467的智胜，哇，上个星期也够强了吧？你看到上个星期台股在跌，它一直要挑战新高。那你看哦，结果今天台股跌了2000点，是不是又被拖下水了？是不是被拖下水了？是不是跌停板啊？对不对？还有什么6187万润，万润上个星期也非常的强势。你看一下万润，你不要看今天是直接一根跌停锁死，但你看上个星期的话，你有没有觉得哇？这很强哎，对，感觉都没有下来，你看是不是一路向上？是不是一路向上？你看这边是不是一路向上？都没有跌啊。上个星期还维持高点，维持高点，维持高点，是不是相对抗跌？相对抗跌就是强，错。今天不是照样跌下来了？来，今天有没有看到跌停板？今天是跌停板，是不是就像我讲的？你不要有那种迷思啊，什么迷思你知道吗？就是大盘在跌的时候，你去找那种相对抗跌的股票就没事。那下一波等到大盘涨起来的时候呢，它就会跟着这样向上喷出去。结果你看现在有没有？没有，没有啊。为什么？因为大盘在不稳的时候，大家想想看哦，如果这个盘一直在往下跌，一直在往下跌，我就问你，假设你有2档股票，一档股票只有赔5%，另外一档股票赔50%，你出哪一档？你出哪一档？我再讲一次哦。假设大盘持续性的往下跌，你现在手上有2档股票，不是金斧头跟银斧头哦，一档股票是跌5%，一档股票跌50%，我就问你，你要出跌5%的还是跌50%的？我会出跌5%，你绝对出跌5%的。这也就是我上个星期跟大家分享，我说大盘在往下跌的时候，你有一些高档相对强势的股票，建议你有获利。小赔可以先出一出，增加一些现金的水位，因为在大盘持续向下跌的过程当中，那一些高位阶的股票一定有很多人急着想要先砍，那低位阶的股票，反正有时候跌无可跌啊，因为都跌到这个位阶。我就问大家，跌40%、跌50%的股票，你会不会想说，啊，反正都跌到这样了，回来也没多少钱，干脆不要出了，会吧？会吧？所以我跟大家分享说，高位阶的股票要留意，你不要再看什么大盘在往下跌，它是相对抗跌，赶快又进场又加码。结果我上个星期是不是有一直提醒大家，主力经常做一件事情叫做又多，它做出一个突破的线型之后，就是希望你干嘛？赶快进场去追，你进场去追，它才有什么倒给你啊，它才能倒给你啊。他不倒给你，要倒给谁啊？了解意思吗？所以你现阶段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看清楚3大指标。那3大指标我已经跟大家讲得非常清楚了，而且讲过好多次了。哎，第一个指标是什么？那个和墨之缺哦，约价。布伦特原油嘛，对不对？布伦特原油嘛。今天好消息是，布伦特原油开高大涨之后，向下拉低，为什么？因为
G7 说要释出战备储存的原油，所以呢，这盘中来讲对原油是利空，对原油来讲是利空，所以开高之后向下拉下来，这是好消息。那我认为啊，原油后续要跌到什么情况对股市比较有利？我已经帮大家画出一条线了，是多少？100块，跌到100块。我觉得原油要回到100块以下，大家信心会比较强，才会觉得通膨没有那么严重，了解意思吗？所以我觉得第一个观察指标就是原油要回到100块以下，好不好？再第二个指标看谁？台币，原油台币。第二个是看台币，台币的部分呢？你看今天是不是向上突破什么？向上突破了31.7本来的压力线，31.7是不是在这边？对不对？向上叫做贬值哦，向上就要贬值，贬值代表什么意思？很多人在抛台币，把台币给抛出去，就是不要你台币了，不要你台币。我就问谁会这样抛台币？外资，就是外资嘛，外资抛了台币，我就问你，他们有台币要怎么买台股？你有美金买台股吗？你有美金买台积电吗？你有美金买台积电的话，请到美国去买台积电 ADR。我这样讲没错吧？了解意思吗？你在台湾买股票用什么买？台币，用台币买。那现在大家都把台币倒出来了，外资不要台币了，我就问你，那一些外资要怎么买台股啊？他们没有买台股，台股怎么涨起来啊？所以我认为短线上第二个观察重点就是台币有没有稍微升值一些，升回来对台币来讲是比较好的事情，好不好？再来第三点，我刚刚讲了，原油、台币缺口，我们的荷姆兹海峡缺口，我就继续往下跌了。今天出现新的缺口了，你直接看这个缺口吧。这个缺口是什么？33000点跌破。33000点跌破这个缺口，这个缺口如果这几天，我告诉大家，如果这几天都在这边震荡啊，缺口要上不上，这几天都是这样，它还有可能会再跌一波，啊！所以后续该怎么办？应该大家非常清楚了吧？再看一次哦。如果说这几天反弹都在这个缺口附近，这边缺口都上不去，它后续很有可能会再跌一波啦。就好像什么，你知道吗？就好像日本指数一样。我们看一下日本股市，我是不是有跟大家分享有一个荷姆兹缺口啊？对，日本股价指数有没有荷姆兹缺口？我们来看清楚哦。这是荷姆兹缺口，怎么样都上不去，是不是在哪里？荷姆兹海峡缺口是不是在这里？是不是在这里？你有没有发现它是不是怎么样跌下来之后，是不是就像我刚刚讲的，怎么样都上不下去？你看它跌下来之后，是不是上不下去，在这边卡着几天之后，又再度破底？所以同理，新台币不是新台币，加权股价指数，大家仔细看一下，这个缺口如果未来3天都没有办法突破这个缺口，我告诉大家，对不起，我还是要跟大家分享，还是有可能会再一次破底，再跌一次。为什么你知道吗？除了这个缺口之外，大家有没有看到今天开低拉高？你有感觉到有量吗？今天没有。今天的量跟前几天比起来是量增还是量缩？量缩，算是没有那么多的量，对吧？没有那么多的量代表什么意思？散户还没有全部出清呢，大家还很有信心，大家还很想逢低去做抄底，在这个阶段相对来讲就是危险的。不信你去看一下上个星期的融资余额，上个星期减幅不到100亿，台股融资余额4000亿，减幅不到100亿，相对来讲，我认为筹码可能还需要再一点修正，那整体来看，筹码就算没有修正完，我觉得最大关键重点还是在哪里，你知道吗？就是在荷姆兹海峡这边嘛。荷姆兹海峡就是美伊冲突嘛。美伊冲突如果迟迟没有办法解决的话，我坦白说啊，很容易继续往下跌。了解意思吗？因为你目前来看两边真的越打越凶。我就问嘛，
你看一下啊，现在老川他的立场是什么？他说什么？油价上涨是微不足道的代价。他说油价上涨是微不足道，消灭核武是最重要的，而且有7名美军上升，他说什么要帮他报仇，报仇啊，好不好？再来呢，他说什么美方要护送商船，我告诉你，美方护送商船的话更容易被什么？更容易被锁定啊。那美军的话更容易被锁定的话，是不是更容易被击中？对，更容易被击中的话，哇，大家想想看，如果美军被击中，那还得了？川先生下得了台吗？有没有办法马上 tackle？他现在为什么没有办法马上 tackle？我就问你嘛，他现在是强人形象画面给我，他是不是强人形象了？对，对不对？他上一次的大获全胜是什么？抓了委内瑞拉，抓了委内瑞拉之后呢，我说了，他对等关税输了，所以他需要一个新的战场，新的战场他一定要赢，他不能输。他如果没办法赢的话，他就要扯开话题，再做新的，所以他很难下台了。再加上他把人家的最高领袖物理超度都死掉了，对不对？那你说现在伊朗那边的政权随随便便要结束就跟你结束吗？那他们的政权还有说服力吗？所以我认为不会这么快。你看一下，所以伊朗回应什么？来看一下，伊朗回应什么？投降是做梦，我会有更多的攻击，我要烧毁船只，而且呢，我他虽然说他一下讲说无意关闭荷姆兹海峡，然后后来又收回道歉，又说要自由开火。目前来讲，有9艘船被遇到袭击了，对不对？那你看哦，这边既然有船只被袭击到了，你是船家，你是船东，你敢去吗？不敢去，你不敢去啊？那你知道这影响有多大吗？我们光是看日本就好了，日本有95%的能源都来自于中东，你觉得影响大不大？很大，很大。但是好消息是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以前中东那边2伊战争的时候啊，日本那边就有原油没有办法就是出口的问题，就同样的问题。所以呢，其实日本有大量的战备原油，听说他们可以撑1年，撑1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短线上这样撑一下是没有问题，但你长期不能这样下去，了解意思吗？那我只是跟大家分享说，现在你看一下能源危机，以日本来讲有95%都来自中东，那你更别提台湾了。台湾的天然气存量是不是只有几天啊？10天吗？是不是？那台湾的天然气也都从那边来的话，那你说严不严重？严重啊！所以你看一下今天日本股市是不是持续往下跌，日币也贬值。那你看一下，现在大家都预期原油价格会突破到140啊，很恐怖啊！那既然那么恐怖的话，你说日本会不会想尽办法解决？会，所以下个星期高市早苗要跟那个美国总统去做个会谈，那他会不会劝他？你不要再搞了啦，你不要再闹了，你再闹下去的话，大家经济都不好，那我就没有办法投资你了，对吧？好，所以呢，你看一下，以目前来讲呢，日本跟美国，日本是不是要大量的去投资美国5500亿，要采购80亿？那如果你美国这样搞，我就没有办法这样子付出，那美国会不会稍微 tackle？ 他就是要找借口 tackle 啊！因为其实这一波我就跟大家分享了，川先生在想什么？他就是想要胜利嘛，毕竟委内瑞拉那一次胜利，他以为这一次怎么样？也可以一样把他们首领给弹掉。弹掉之后呢，他们自动，因为伊朗的政权本来就不稳定了，因为之前就被人家抗议，还杀了很多平民，3000多个人吧。就是人家抗议他的政权啊，就那个武力镇压嘛，对不对？大家应该都知道嘛，3000名被伊朗政府给那个，然后呢，川先生就以为想说，如果把他们首领给弹掉的话，那他们抗议的人自动会有新的政权来取代。结果没有想到，他们神政权，对不对？还是非常的稳固，完全没事。现在又选出新的领袖出来了，没事。所以你看一下，川先生他的目标也一直在改变，一直说，你看这是不是讲的？呼吁伊朗人民要起义，推翻神学政权。结果呢，神学政权好好的，那他现在后来没有办法推翻神学政权，又说其他的，说要什么消除伊朗的海军啊，然后还有摧毁伊朗的弹道飞弹，然后讲了一堆，结果呢，还是变来变去嘛，一直变来变去，然后最后呢，他说
伊朗要无条件投降，而且呢，他还说什么？他们的领导人需要他核准啊。那你说伊朗这样子怎么能同意啊？怎么能接受？没有办法接受。所以你看，现在全球有20% 的石油还有天然气，恐怕因为这样的事件而被中断了。那所以你看一下，什么化肥啊、贵金属、铝材啊、水泥都在涨价，那什么都在涨价，有什么危险？我跟大家讲过了，通膨啊，通膨之后会造成怎么样？你看，我都帮大家画得一清二楚。美伊战争造成原油上涨，原油上涨就会通膨上升，通膨上升的话，那未来联准会可能就没有办法升息，甚至要紧缩资金。为什么要紧缩资金？我跟大家再讲一次，来，画面给我。因为原油价格是不是上涨？那你是不是要用更多的美元去买原油？那你要用比较少的美元去买原油，就只有一个方法，什么方法？让美元升值。那正所谓物以稀为贵，如果我美国的央行把钱收起来，市场上的美元是不是减少了？对。那美元减少，美元的价值是不是提高？美元就会升值，美元升值的话，就可以用比较少的钱去买到原油，这样大家理解吗？物以稀为贵，所以如果说原油价格持续性的向上涨的话，今年可能就不会降息了。那如果今年不降息，甚至是升息，那进一步压缩资金，那我告诉大家，股市、房市都有可能会继续往下跌。最好的例子就是2022年的乌俄战争。你看一下乌俄战争那一年你看哦，刚爆发，我记得就是2月爆发，那时候呢也是原油持续性的向上涨，涨到137块之后呢，还好就没有涨了。你看它后来是横盘整理，但是横盘整理也代表通膨是高涨了一阵子，后来好不容易通膨下来了，然后呢，美国就有那种降息的声音出来，有降息的声音出来之后呢，股市你看一下，股市才重新打底之后再向上走。你看那一年是跌多久啊？一波、2波、3波。你看原油震荡，股市还持续性的往下跌，所以原油价格一定要跌下来。原油价格跌下来，大家买股票才会买得相对的安心，好不好？那当然呢，我觉得讲了那么多好像很悲观，但是我觉得也不用那么悲观，好不好？比如说你看任天堂啊，都可以提告美国政府啊，要求退税、非法关税跟非法关税，也就是说这。就算老川他自己不塌口，说不定他内部都会逼着他塌口，让他有台阶下，最后就没有战争，甚至关税什么都没有，是不是就没事了？因为现在他的民调已经慢慢变低了嘛，好不好？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怎么样？要坚持，要有信心。所以我觉得以现在来讲，我一直跟大家分享啊，就是两个投资期限。第一个，如果你是长期投资人，我请你一定要报好的股票，比如说像台积电、鸿海、广达、伟创这些股票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他们都是好公司，迟早会涨回来的，但是需要时间。那既然需要时间的话，那你要不要做杠杆？我一直提醒大家，你长期投资，你现在有股票，千万不要做杠杆，特别是融资，因为切勿忘记去年4月2号对等关税那一次发生什么事情，大跌。券商砍融资，然后呢，砍掉之后又拉上来，你融资被砍掉，你股票被砍掉了，我就问你，拉上来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没有关系，跟你就没关系了，好不好？所以你现阶段如果你要报股票，那我建议你一定不要用融资，请用现股。那如果你是波段操作的话，我们来看一下波段操作，我刚讲过了，你看一下这个那个荷姆兹海峡的缺口。刚刚是不是讲？你看日本股市荷姆兹海峡的缺口反弹无力之后，是不是继续往下跌？所以现在的台股是不是也出现了一个新的压力缺口？我刚刚是不是也给大家画了？在这边这个缺口，我再画一次。这个缺口非常的重要。这个缺口如果没有办法站上去的话，我认为短线上来讲，还有可能会再出现一波的修正。来，这个缺口在这边。这样大家够清楚了吧？大家够清楚了吧？好，所以你是短线波段的，你要怎么操作？我刚讲了，如果说台股啊，
未来几天都在这缺口，我用黄色，另外用黄色的好了，都在这个缺口这边，缺口之下这样震荡个几天。我建议你在这边继续站卖方，继续站卖方，避免它怎么样，再杀一波，避免后续再杀一波。但如果说呢，它能怎样？它能站回这个缺口之上，站到这边来，这是第一种状况，对不对？好不好？第二种状况我画在后面，好不好？第二种状况，这两边一条分隔线，这样大家懂吧？这是第二边。如果说呢，这个星期它能站上这个缺口之上，你就别出了啦，可以继续做多，我也会进场再做多了，了解意思吗？重点就是在这缺口，当然最好还要搭配什么？原油跟台币，原油最好能跌破100块，然后呢，加权股价指数站上这个缺口，安全进场，赶快找股票进场去买，波段操作就是这样。那如果说呢，原油价格一直向上涨，然后加权股价指数在这个缺口之上，对不起，是缺口之下，迟迟无法突破，那我建议你这3天要干嘛？站卖方，继续站卖方。来这边是站买方，这样够清楚了吧？两种状况都跟大家讲得非常清楚。第一种，缺口上不去，它有可能会再下来，你要调整持股，建议多增加一些现金的比例。第二种状况，站上缺口了，就在这，站上缺口了，然后搭配原油价格，就算好了，就算没有跌破100块，至少要跌啦，至少要跌，不能一直涨，好不好？好，所以呢，站上缺口，原油下跌，我觉得这边是可以进场做多的，这样了解意思吗？这个图够清楚，对后续的规划已经讲得一清二楚了，对吧？好，那当然我要跟大家分享，其实没有人能100%的正确。你看一下我们这一波的话呢，我很早就提醒大家，3月2号我说涨不上去出，我当然带我的团队成员有没有全数出清，全数出清。那当然也有人怪我啊，你星期一不是才说你进场了00631L， 然后星期二就说要出掉，那状况不一样嘛。本来我星期一呢是看到什么？川先生说伊朗的最高领袖往生了，被斩首了，对不对？那被斩首之后呢，我想说应该可能伊朗的政权可能会很快跟美国谈一谈结束了就没事了嘛。那结果没有越打越严重。那我当然看到这样的状况是不对的，所以我带我的团队成员全部出掉。那连我自己，你看一下，连我自己，我那一天有买，3月2号我买了台湾50正2，后来呢全出。那为什么这边有那个中兴中国50正2？你知道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眼花按错，不小心按错。我现在卡在这。我今天在贴这张图的时候，我才发现，我怎么那天有买这个？我明明要全出啊！所以人都是会犯错，不过没关系，我犯错买了一点点而已。那我这边有没有看到？卖掉了，全部卖掉，我全部卖掉，通通没有持股，就剩下这个莫名其妙那一天，我现在才看到。那我只跟大家分享，没有人能100%对，所以你看，我也不见得100%对。所以呢，你看在第一天呢，我出掉之后呢，我自己还没有出干净，我是出在什么？第二次3月5号的时候我才出干净。为什么没出干净？因为我们是在最后一盘把它出掉的。最后一盘出掉了，那结果呢？我先请会员出，我先带会员出，我自己太慢，了解意思吗？我自己太慢，按不完啊，哇，按不完就拖到之后就收盘了，收盘我就没机会出了。但是呢，在3月5号，你看一下，3月5号我又有再一次发讯息提醒我的会员，也提醒我自己，除了提醒会员之外，也提醒我自己，我说前天没出的，今天继续站卖方，那一天大涨1400点吧。如果没有出干净的，要把握现在的这个卖点。对，那我因为我知道大家可能会怪我说，老师你都没有讲要出，所以我是不是也有发讯，在当天比较晚，当然是会员优先嘛，对不对？你看当天3月5号比较晚一点点，12点08分，我也跟大家分享，我今天大涨，我一样啊，我是站卖方，我没有进场，我还把没有出清的股票把握机会再出一出，我是不是自己也出一出了？对不对？我是不是一直都陪着大家，永远跟着大家站在一起？只有谁赔钱我也跟着大家，赚钱我也跟大家一起赚，好不好？所以你看一下这一波呢，我们就是这样操作。那当然呢，我知道大家心情不好的话，我们一样抽个发财力吧，好不好？领奖方式来，我们的发财力的话，我刚刚已经把上个星期五的留言全部加进去了。
那我们一样抽8名，好不好？好，来这边抽8名，哦来，出来了，少奇、少奇、杜峰、杜峰、黑狗世家、黑狗世家、孟泽、孟泽、 Milk 牛奶，还有这个牛奶 P8P 哦，还有这个 J76893310，台股加油陈雪陈雪霞霞，还有 Kiki， ，Kiki，台股加油，好不好？对大家加油，送大家发财力，希望能慰藉一下大家。那总之呢，我说过了，台股只有2种走势，大家也不用太担心。那你领发财力的话，记得加我的赖小鼠 GD1788，截你那个刚刚得奖的贴图，然后留下你的姓名、电话还有地址。然后呢，我们就会送给你，好不好？马上寄给你。最后，我还是要跟大家分享，台股呢不要太担心，就只有2种走势。那第一种走势已经结束了，第二种走势就是下修整理筹码，快速的给你一次痛快之后，它还是会向上的。了解意思吗？只是短线波段，我刚刚怎么操作也讲得一清二楚。那既然短线会向下跌，我昨天周末抢先报就有跟大家分享，我有做避险性的空单。对。在3月6号的时候，就是星期五晚上，你看6点，我为什么拖到6点38？我一直不想做空单，不想做空这件事情，但是呢，没办法，为了会员的绩效，我还是很难过的做了这件事，所以我拖了很久。好，所以呢，你看一下这一波呢，我们这边有赔，我也跟你讲了，总不可能，你看很多老师都是一直买进，一直买进，一直买进，怎么买？好了，来，我教你，来这边。从不管怎么跌哦，都是看多。来这边跌下来，我跟你讲，赶快进场，再跌，我跟你讲，赶快进场，涨起来，你看吧，昨天进场是不是一个好买点？然后呢，继续再跌呢，再买，继续再跌再买。我就问你，你是华人巴菲特吗？你有无限的资金吗？那相反的，我们在3月2号这边是不是就跟大家分享，我要全数出清，对不对？然后反弹这边。当天的高点这边反弹到相对的高点，我还全数出清，说没出干净的也出一出。出完之后，你看今天是不是完全印证我们出是对的，是对的。所以呢，既然出是对的，我当然空单这边赚了1634点。你看，还是有团队在避险都赚100万啊，避险都赚100万啊！你看一下这边写什么？完全避开了风险，又成功实施了避险操作。赚多少？106万。台股大跌能100万以下，这没办法嘛，还是得赚嘛，对不对？你看这边是不是？好，157万。他说：“老师，抱歉，星期五晚上以为不会再有动作，所以当天就没注意。星期五在学怎样设定程式触发买期货。星期六凌晨0点40分到1点40分左右附近避险卖台指期。哇，他赚了多少？”赚了多少？157万呢？赚了157万。157万啊，是不是100万赢家？是，连避险都赚100万啊！来这边呢？哦，目前赚420万了。避险单续报，避险单续报，你看我连避险都可以帮你赚100万，全台湾哪一个人能做得到？所以我告诉大家，风雨过后，如果你想第一时间跟着我一起进场，绝对是赚更多的。欢迎大家可以加入我们的行列哦。0800668085，这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现在就可以立刻拨打，或者是透过GD老师的 Light 粉丝团小老鼠 GD1788，小老鼠 GD1788，赶快跟上基鼎老师的操作。风雨过后，我们第一时间进场。你追高的股票，我来帮你解决。先解套，后赚100万，解套计划持续进行中，欢迎加入我的 Light 小老鼠 GD1788。投资能让你翻转财富，也能改变你的生活品味。想跟我一样成为100万赢家，甚至是1000万赢家？订阅我的频道，小鼠 GD1788，小鼠 GD1788，按赞并分享，赢家思维就从今天开始。摩尔证券投顾0800668085。